Hello，我係阿 Kat。咁今日咧就會講下澳洲一啲比較有趣嘅法例。其實喺澳洲各個州份又或者領地嘅法例咧都有啲唔同嘅。今日就會睇下10個大家意想不到而又可能同生活有關嘅法例。第一個係喺南澳啊，喺南澳咧係唔可以阻礙婚禮進行嘅喎。根據 Summary Offences Act 1953，任何故意阻礙又或者擾亂婚禮、葬禮又或者宗教儀式嘅人呢，都可能會面臨高達10000蚊澳幣嘅罰款，又或者監禁2年嘅。所以喺南澳要搶親就趁早啦，唔好等到人哋行禮嘅時候咧先嚟搶啦，係犯法㗎。第二個係同薯仔有關嘅，大家真係可以當冷知識咁去聽啦。原來喺西澳係唔可以攜帶50公斤或以上嘅薯仔嘅，嗰度真係有一條法例係關於薯仔嘅喎。根據 Marketing of Potatoes Act 1946，被發現出售、運送又或者購買50公斤或者以上嘅薯仔嘅人呢，喺西澳如果初犯嘅話呢，最高嘅罰款就係2000蚊澳幣嘅；而慣犯嘅話呢，最高罰款係可以達到5000蚊澳幣嘅。聽落好似有啲怪怪地咁樣啦。但係如果警察懷疑有人持有50公斤或者以上嘅薯仔嘅話呢，佢哋係有權截查車輛嘅。呢條法例呢，喺1946年以嚟就一直都存在㗎啦，但係就未有一個好確定嘅原因解釋呢條法例點解出現嘅。不過都好可能係同保護各州嘅商業活動有關。第三個係同算命有關嘅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好多種算命㗎啦，八字算命啊、紫微斗數、塔羅牌，甚至睇掌紋等等。但係原來喺南澳同埋北領地幫人算命呢係有機會犯法嘅喎。喺南澳根據 Summary Offences Act 1953，如果有人扮係算命師、靈媒又或者招魂嘅人，又或者做一啲心靈感應、千里眼等等類似嘅嘢，而意圖欺騙客戶呢，咁樣係犯法嘅。其實真係招搖撞騙呃錢啦。如果被判有罪，最高嘅罰款係10000蚊澳幣，又或者監禁2年嘅。喺北領地咧都有類似嘅法例嘅喎。根據 Summary Offences Act 1923，犯咗呢個罪嘅人呢係會面臨1000蚊嘅罰款，又或者6個月嘅監禁，又或者監禁罰款一齊嘅。諗下，我喺澳洲咧都好似係遇過一啲招搖撞騙呃人算命嘅人嘅。咁就唔係喺南澳又或者北領地啦，係喺 Sydney， 即係新南威爾士州。我喺同一個地方最少遇過3次咯。咁佢就係喺Parramatta 區一個大型商場入邊嘅food court。我基本上喺嗰2個 food court 咧都遇過呢個人㗎啦。以前就成日去呢2個 food court 度食飯嘅，咁都係喺疫情之前發生㗎啦。咁有好幾次啦，食下飯嘅時候，有一個亞洲嘅大叔咧就過嚟問我睇唔睇獎喎。咁我梗係冇理佢啦。不過唔知佢係咪真係要呃人啊嚇？不過我感覺上就係啦。佢係講普通話嘅，咁佢喺 food court 入邊咧係專揾一啲亞洲面孔嘅人去問咯。係咯，唔知大家有冇類似嘅經驗呢？有嘅話喺下邊留言分享下。第4個係挑戰他人決鬥又或者打交啊。喺西澳撩人打交未打架就已經係犯法㗎啦。根據 Criminal Code Act 1913 WA， 任何挑戰他人決鬥嘅人，又或者試圖撩人打交嘅人，又或者試圖撩一個人同埋另一個人去打交，咁樣都係犯法嘅。最高係可以處以6000蚊澳幣嘅罰款，又或者監禁2年嘅。第5個喺街上邊飲酒咧都有可能係犯法嘅。呢一個其實係地區性嘅，咁都好睇翻個別地區嘅 council。有啲地區就咁拎住啲酒喺條街上邊飲咧，就已經係犯法噶啦。例如墨爾本市中心，喺墨爾本市中心 council 嘅網頁都寫咗啦，佢哋係會致力於社區安全嘅，1年365日，1日24小時，咁樣喺墨爾本市中心嘅公共場所禁止飲酒。而 Sydney 嘅市中心大部分嘅街道咧都係禁止飲酒嘅，亦都係1日24小時，一個禮拜7日咁樣禁噶啦。如果想知道特定禁酒係邊幾條街嘅話咧，建議去翻 Sydney 市中心 Council 嘅網頁去睇翻。呢度有個地圖咧係可以查翻嘅，咁橙色嗰啲街道咧就係禁酒嘅街啦。第6個。好啦，咁而家揾到持牌場所，即係例如酒吧啦，咁可以飲酒冇問題啦。但係原來飲醉酒咧都可能係犯法㗎喎。咁喺好多其他嘅國家，飲醉酒咧都好似係幾普通嘅。
尤其是喺酒吧啊、街邊，甚至去朋友屋企 party 咧，都係有機會飲醉嘅。通常咧，飲醉酒就唔會令到你要交罰款啊，又或者要坐監咁樣啦。咁當然大前提係你冇造成任何公眾嘅滋擾，又或者不必要嘅麻煩，又或者意外嘅。咁但係喺澳洲咧，個情況就可能有啲唔同啦。飲醉酒，包括係喺酒吧又或者任何公共場所，都可能係會視為違法嘅行為嘅。呢個喺維多利亞州 Summary Offences Act 1966有提到，政府嘅網頁亦都有寫。呢個就係政府嘅網頁啦。咁呢度係寫咗喺公眾地方醉酒係乜嘢啦？喺公眾地方醉酒，淨係醉酒咋，咩都未做㗎。警察呢係可以進行逮捕同埋罰錢嘅。如果有人喺公眾地方醉酒並且行為不檢呢，警察係可以進行逮捕同埋起訴嘅。持牌嘅場所，例如酒吧，酒吧嘅員工又或者警察，如果發現有人飲醉酒嘅話呢，係可以唔俾佢入去嘅。其實就算係喺酒吧入邊飲醉咗，有時見到啲人飲到趴咗喺張台度啊，啲 security 咧都會走過嚟趕佢出去噶啦。第7個，捕捉野生嘅鳥類又或者野生嘅動物咧，都係唔可以嘅。上一集就講到喺澳洲入境嘅時候，有好多嘢咧係唔可以帶，又或者係要申報嘅。喺呢啲嘢入邊啊，當中其實有好多咧都係同保護澳洲嘅生態圈有關嘅。可想而知，喺澳洲境內咧都係有法例去保護呢個自然環境嘅。大部分嘅野生鳥類又或者野生動物喺成個澳洲咧都係唔可以捉噶啦，除非你有 permit。就唔好見到一啲動物又或者雀仔啊，好得意咁樣就捉翻屋企養啦。每個州份又或者領地咧都有自己嘅法例去保護呢啲野生動物嘅。個罰款咧可能係會高達10萬蚊澳幣以上，又或者有監禁嘅。有人可能會覺得可能係啲罕見嘅野生動物先至唔可以捉啫，千祈就唔好咁樣諗啦。有一啲好常見嘅野生動物咧都係唔捉得嘅。例如鸚鵡啊、鴛鴦、鴨仔又或者鴿咧，都係唔捉得嘅。講起鴿呢種雀仔啦，喺澳洲真係非常之咁多啊，周圍都有嘅，公園有啦，海灘有啦，甚至係任何一塊空地都會有啊。佢哋係唔怕人噶，一見到有人食嘢咧就會走埋嚟噶啦。有一次喺墨爾本市中心個電車站咋，無端端咧就聽到有個人好大聲同埋好嬲講咗一個 F 字頭嘅字啦。擰轉頭咧就見到有人喺電車站度食 pizza， 咁有好幾隻鴿咧就飛埋嚟同佢爭食啦，搞到嗰個人好嬲咯。即使係咁樣啦，都係唔可以捉啲鴿又或者傷害佢哋嘅。第8，喺南澳同埋 Tasmania 係唔可以公開懸紅揾失物，而又答應唔問任何問題嘅。譬如話你貼一張街招，寫住揾乜乜乜乜，重酬唔追究，咁樣就有可能犯法噶啦。喺南澳，根據 Summary Offences Act 1953，公開懸紅揾失物，包括唔見咗嘅嘢，又或者俾人偷咗嘅嘢，並且表示唔會向歸還財產嘅人問任何問題，又或者表示歸還財產嘅人係唔會被逮捕，又或者唔會俾人調查，咁樣就已經係犯法噶啦。最高罰款係500蚊澳幣。喺 Tasmania 咧都有類似嘅條款。根據 Police Offences Act 1935，犯呢個罪嘅話咧，同樣亦都係會有罰款嘅。換句話嚟講啦，因為失主對於失物嘅歸還而心存感激，咁樣並唔代表咧佢哋可以俾潛在嘅小偷逍遙法外嘅。第9，將啲氣球放上個天咧，都可能係犯法噶喎。冇錯，雖然喺婚禮又或者生日 party 嘅時候咧，好多人都會將啲氣球放上個天度，但係將啲氣球放上個天度，實際上係被認為係亂拋垃圾嘅。喺目前，澳洲各個州份又或者領地嘅環境保護法，對於呢件事嘅處罰咧都有唔同，同埋都可能會更新嘅。講講維多利亞州啦，根據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2017，任何釋放氣球嘅人，如果俾人發現嘅話，個人最高罰款係991蚊澳幣，公司最高嘅罰款係4956蚊澳幣。如果你係放成炸氣球嘅話咧，咁就罰得更加嚴重啦。個人最高罰款係16000幾蚊澳幣嘅，而公司最高嘅罰款咧係成82000幾蚊澳幣噶。所以下次如果你想將啲氣球放上天上邊飛嘅話咧，最好都係諗一諗啦，因為可能會有罰款嘅。第10，放風箏而打擾到其他人嘅話咧，都有可能係犯法噶喎。
喺維多利亞州，根據 Summary Offences Act 1966，喺公眾地方放風箏而打擾到其他人嘅話呢，係觸犯法例㗎。其實呢個都算係解釋咗點解 Melbourne 咁多公園，亦都咁多平地，但又好少見到人放風箏㗎喎。間中會見到有人喺沙灘度放風箏咯，但係都唔多嘅。原來有一條咁樣嘅法例㗎喎。喺呢10條法例入邊，我覺得最奇怪就係風箏呢條法例啦，同埋西澳薯仔嗰條法例，因為佢真係有成條法例係關於薯仔嘅。唔知你又覺得邊條法例最古怪呢？又或者你哋聽過最古怪嘅法例係乜嘢呢？喺下邊留言分享下啊！如果你中意我條片嘅話咧，就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channel， 仲要開啟小鈴鐺先會收到新片通知㗎。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